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中国房价何时见底？这个问题目前从中国百姓到高官，从经济学家到华尔街银行家都在关心。最近网上很多人讨论中国房屋养老金的话题，这个话题迫使中国人从一个新的维度面对房地产的概念。这个新的思维维度对中国房价将产生深远影响。张军是北京某大学的资深教授，他草草结束了他研究团队的每周的例会，然后就拖着疲惫的身体开车赶往他在北京望京地区的一个出租房。他的房客刚刚离开，他要去看看房子的状况，看有什么要修理的。他的公寓在一个20层的高层公寓楼中，他走入大楼后就立刻注意到楼道的灯光昏暗，几个坏了的灯泡都没人替换。他这才想起这个楼里的居民和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正在对抗。这个社区是17年前建的，在刚建成的那些年，社区环境高端大气，但是在过去近10年中，随着设施的老化，出毛病的地方越来越多，社区居民和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一些居民对物业公司的服务质量和资金使用意见越来越大。最近物业公司宣布要收取额外费用来维修这个楼里出问题的电梯，居民和物业公司的矛盾一下就激发了。居民联合起来停止给物业公司交物业费，而物业公司也停止给这栋楼提供服务，双方互不相让，就这么僵持着。张军注意到电梯前有一个告示，说电梯无法正常使用，于是53岁的他不得不咬牙开始爬楼。等他爬到他在11层的出租公寓时，已经累的是气喘吁吁了。张军打开房门，简单的看了看里面的情况，就快速离开了。因为他此时已经意识到了，如果目前这个居民和物业之间的矛盾不解决，维修和出租他的公寓其实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下一步该如何做，他也不清楚。居民和物业之间的这个矛盾也不是他一个人能解决的。最近北京二手房价下跌的消息，再加上目前这里的居民和物业之间的僵持，给自己添的这些麻烦，让张军内心很烦。不过从宏观上讲，作为70后的张军是幸运的。回看中国过去100多年的历史，中国的70后可能是中国最幸运的一代。他们没有经历兵荒马乱，也躲过了中共建政头20年政治运动的高峰期。他们的人生和中共的改革开放同步，因此无论从财富积累还是从个人事业机遇来讲，他们都是现代中国少见的幸运一代。而张军是幸运的70后中的幸运儿。他2000年博士毕业后就进入北京某大学任教，一路事业稳定顺利。他的妻子在一个世界顶级大公司在北京的研发中心工作，他们的收入是一般中国人难以想象的。2004年，他们搬出学校的教师宿舍，在北京回龙观买下他们的第一套房子。在随后的10来年中，每隔3-5年，他们就用攒下的钱在北京买一套房子。随着北京的房价在过去20多年的暴涨，他们的财富也如火箭喷发一般直冲云霄。一些房子投资给他们的回报彻底改变了他们的财富阶层。拿他们在望京那套房子做例子，他们2007年以6000多元每平方米的价格，花了80多万的总价买下那个面积130平方米的高层公寓。随后大量外资企业和外来人员，特别是韩国人，开始入驻望京地区，而且望京丰富的教育资源也让这里的房子得到了学区房的红利。因此张军这套望京公寓的市值在随后的10年一年一个样，在高峰期冲到了1000多万。张军遇到的问题将成为未来中国房地产领域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它迫使中国人对房产的认知加入一个新的认识维度，那就是房子老了怎么办。在过去20多年，在中国房地产高速发展期，中共和开发商似乎都在刻意弱化社会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因为对这个问题的现实思考大概率会影响很多中国人的购房意愿，会影响房地产市场的火热。此前，在我和中国的亲朋好友讨论房子时，
中国那边对美国买房后在长期持有过程中的高额费用感觉非常吃惊和不理解。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房子买来后不用交房产税，也没有要求买房屋保险，而且物业费也通常非常低。因此，很多中国人感觉在中国房屋的持有成本几乎为零。在过去20多年，中共政府和开发商努力保证房地产不断涨价。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房子不用出租和房价快速上涨的回报相比，房子空置在那里的花费已经变得微不足道。这是很多如张军这样的中国人在过去20年似乎不考虑房屋的租赁价格，而把房子当作零持有成本的投资产品来投资的主要原因。数据显示，大约从2009年以后，中国住房市场，特别是一线城市的高端房屋市场的主体买房人群，就是如张军这样以投资为目的的买家。他们把中国房价不断推高。国际上衡量房价的很多指标，比如租售比，也就是房屋出租价格和房屋出售价格之间的比例，这些参数在中国都失去了意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有一个概念，就是持有房屋成本极低，因此能不能用合理价格租出去，根本不再是很多中国人投资买房的考虑范围之内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国人理念中，房地产持有成本极低这个概念成为过去20多年推动中国房地产的一个主要原因。在美国和世界很多其他地方却完全不是这个概念。以美国为例，虽然美国各个州房子的持有成本很不一样，但是拥有一栋房子的同时，就意味着房主要拥有一系列的长期财务责任，其中包括房屋保险、房产税或物业费等。而这些费用中的每一笔都有明确的原因和理由。如果房主是从银行贷款买的房子，银行出于对他资产的保护，会要求贷款的房主买房屋保险，以防万一房子发生火灾或其他自然灾害，如飓风、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摧毁时，房主有足够的保险钱来重建房子，或能够偿还银行剩余贷款。有的房主已经还清了房屋的银行贷款，也会选择长期买房屋保险，让自己没有后顾之忧。而房子的房产税通常是来支付地方的免费教育、警察、社区公园、垃圾回收等服务项目，以及一个小的地方政府的运作等。美国有些房子是房主自己独立盖的，这样的房子通常不属于任何社区，因此房子的主人自己负责房子未来的一切维护和升级，因此不需要交什么物业费。但是美国很多社区是由开发商统一修建的，这些社区甚至有公园和健身房等公共设施。那么在这种社区中，在开发过程中，开发商就会牵头成立一个房主联合会，也就是 HOA。 等社区开发完后，开发商就会把这个房主联合会，也就是 HOA 交给社区的房主们，并帮助他们针对这个社区起草一个 HOA 管理章程，然后让房主来根据这个章程管理社区。房主们会选出一些代表组成 HOA 委员会，他们会选定一个物业管理公司来对社区的日常运作进行管理和维修。有些社区为了保证社区整体外观的风格，甚至会规定房子的所有外部成分，包括屋顶、外墙和门窗等，都由 HOA 拥有，并负责他们的维修和定期维护。HOA 根据章程来决定社区业主的物业费计算方法，而被 HOA 雇佣的物业公司每年会向业主提供物业费的各项花费细节。美国各州的法律对 HOA 大多没有什么特别的细节规定， HOA 就是一个社区业主的自治机构，而它的章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成为这个社区业主自己定的社区法律。美国 HOA 独立于美国各级政府的意志之外，自主运作。同时，美国独立的司法体系和基本公正的法律原则，从宏观上对美国 HOA 的运作也有一定的间接制约作用。基于我对美国这些房屋持有成本的理解，我过去对中国房屋持有的极低成本一直持怀疑态度。和美国以低层建筑为主的社区相比，中国基于高层建筑的社区管理和维护起来应该比美国更加复杂才对。
美国大部分房主都有自己的独立取暖、制冷和给排水系统，而在中国，这些系统很多都是很多业主共享的，一家出事会影响很多家，而且中国的高层建筑还有电梯这样的必须的公共设施需要持续维护，甚至是升级。中国人可以选择冒险，不给自己的房子买保险，这我可以理解。中共政府为了不伤害地方政府出卖土地的生意，而在大部分地区反复搁置对房产税的征收，这我也可以理解。但是中国大部分社区是如何在相对低的物业费标准下持续维持社区生活品质不变，这是我一直感兴趣的地方。后来我发现，虽然中国各地不同社区具体情况不同，但是此前低物业费的方式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长期实施下去，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很多中国人可以无奈地接受社区生活品质逐渐下跌的状况，认为这是不可违逆的自然规律。因此在中国，越旧的二手房越难卖出高价，就是中国人头脑中的这个概念的衍生物。而中国人在房地产上形成的喜新厌旧的这种心态，也正好推动了中国房地产不断升级的这个状态。我记得数年前我在油管上看到一个在中国常年生活的美国主播，网名就叫老外。他的节目中提到说，中国一个让他很不理解的地方就是，中国人似乎只喜欢盖新房，而没有兴趣维护老房子和升级老社区。其实他看到的这个现象的背后，一个重要原因还是中国社会的资金配置的问题。而中国维护好社区方面的资金短缺，是中国社会在努力推动新房销售，在努力营造中国房屋持有成本很低这个概念时，自然形成的一个社会现象。第2个原因，也就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大部分社区还比较新，所以大多数中国商品房社区目前还处在没有出现系统性大问题的时候。中国绝大部分的商品房是在2000年以后建设的。根据中国房地产金融今年的一个研究报告，中国在2000年前建造的房屋占中国住房总量的比例不到 28%， 因此目前中国 72% 的房子的房龄还在24年以下。但是这组数据给我提供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未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商品房的房龄将开始迈入20到30岁这个关键房龄。这个现象的后果是，很多社区的大型公共设施，例如电梯、水泵和给排水系统等，都要花很多钱来维修或升级。这些需求会如海啸般涌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社区将难以回避这个现实。中国房地产的建筑质量极端参差不齐，在20多年后，很多建筑的结构性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因此引发的社区居民和物业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我们前面提到的张军在他望京租赁房遭遇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问题在此时开始在中国大量涌现，这对已经在 ICU 住了2年的中国房地产行业来说，比雪上加霜还可怕。中共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8月23日宣布，正在研拟中的房屋养老金制度将在上海等22座城市进行试行，由政府出资建立公共账号，对部分建筑结构进行维修及设备检测养护等。这表面看是利好消息，却让被套路怕了的中国人大惊失色。在过去1周的时间中，这个话题引发了大量的中国网民的讨论。中国人关心的核心问题是钱从哪里来。于是中共住建部和中共媒体连忙发布公告和文章，给这个网络讨论灭火，并引述一些中共专家的解读，说这个房屋养老金不需要老百姓直接出钱等等。例如，针对资金来源这个关键问题，中国建设报8月26日引用湖北住房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陈淑云的说法，说这笔钱主要来源于1地方政府财政资金，2土地出让收入，3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和4社会捐助等。你要让我相信现在中共的地方政府能把他们的财政资金和土地收入的钱拿出来给老旧的中国社区修房子、修电梯，你要让我接受这个说法，这对我的认知能力的挑战实在是太大了。
中国地方政府的欠债数额现在已经大到了恐怖的地步，已经成为中共的国家机密了。最近中国网上流传说，多个中共地方政府成立了砸锅卖铁专班，声称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砸锅卖铁要解决地方债务，要变卖政府资产，盘活地方债务等，把好好的锅给砸了，来按废铁价卖，以此来偿还地方债务。这个说法无论从语言风格还是其背后的含义看，都属于荒诞剧级别的东西。当今中国能让中共各地官员都重复这个荒诞说法的，就说明这个说法100%来自习近平。我从来不认为习近平的智商有问题，我从这个看似荒谬的说法中看到的是习近平在看到中共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后感到的一种大难临头的危机感。清华教授孙立平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社会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一个社会是什么样的氛围。砸锅卖铁还债，这就是最生动描述中共地方官场当前氛围的说法。连吃饭的锅都要砸了还债的中共地方政府，你指望他们出钱来修你们社区的电梯？陈淑云说出这样的话，那是他的工作需要。但是对所有真的相信这个话的中国人，我是无保留的同情那些人的智商。最让我笑喷的是，陈淑云居然把社会捐助也列为房屋养老金的资金来源之一。他这种说法给我的感觉是，中国好像没事想找理由捐钱的富人特别多。但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名声都被中共给玩残了，更别说你政府出面搞什么房屋养老金的了。最后这些专家的回答让我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看来中共自己真的没有可能给这个房屋养老金出钱。不过从网友的讨论和相关报道中，我也的确长了一些新知识，知道中共手里确实应该有一笔用于维修社区的钱，叫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根据微博博主清光楚辞和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8月26日发布的统计，自2007年起，买房的人在每次买房时，中共都会按购买的住宅每平方米造价的5%到8%向买房者收一笔钱，据说会把那笔钱注入那个住房专项维修资金。针对这个住房专项维修资金，中共有明文规定，就是要用于小区公共设施的维修。这和中共最新提出的房屋养老金的概念本质其实是一模一样。但是让人奇怪的是，一方面很多中国小区的建筑和设施出现问题，出现该修但是没有钱修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率却非常低，目前只累计使用了资金的10%。理论上，现在全中国这笔维修资金的结余估计已经超过了上万亿人民币了。对于这笔资金动用难的问题，中共的经济观察报8月27日的解读主要是：一、社区业主难达共识；二、有关部门审批难；三、这笔维修基金已经是一笔糊涂账了等。其实社区业主难达共识、有关部门审批难等这两个都是借口，真实的原因可能就是第三条。这笔钱应该已经被花掉了，已经不知道被政府用来补哪个债务窟窿了，已经被政府在某次砸锅卖铁还债的过程中当锅给砸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湖北的陈主任，他连用社会捐助来做房屋养老金的资金来源的奇幻思路都能说出来，为什么就偏偏不提用这个最名正言顺的住房专项维修资金来作为资金来源呢？原因应该是一目了然的了。对于住房专项维修资金，最简单最合理的管理方法就是像美国社会那样，把在房屋买卖过程中收到的这笔资金存入这个社区的房主联合会 HOA 的账号，由小区房主投票决定社区大修的资金投入。那么为什么中共政府就一定要出面收取和管理这笔资金呢？然后某小区需要时还要让政府申请审批？难道政府比小区居民更了解自己的小区的需要吗？中共为什么一定要事无巨细地介入中国人的每一个生活细节呢？肚子饿极了，吃相通常都很难看。
就在中共住建部和媒体竭力表示不会让中国老百姓为房屋养老金出钱的话音还没落的时候，8月29日，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就发布了上海关于规范本市住宅维修资金管理的若干规定。规定中明确，小区业主大会的银行账户这个概念应该和美国的 HOA 的账号这个概念类似。规定声称，对于新建房屋在新房买卖中收到的维修资金应该直接交到业主大会的账户。这一点是符合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小区的钱小区自己管的逻辑。但是对2019年3月1日前已经完成维修资金上交的建设项目，规定由开发商垫付尚未出售的房屋的维修资金，但是对于政府已经收缴的此前出售房屋的维修资金，对那些钱是否也转入小区业主大会的账户却只字不提。然后就开始说，如果小区业主大会账户收到的维修资金不足的话，小区如何向小区业主再次收钱的程序。在这个规定中，说白了，中共就是想表达一个意思：对于成熟社区，我以前从买方那里抢到的小区维修资金，你们就不要再指望了。我们只能承诺，对新社区的维修资金，我们以后就不再抢了。但是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出现断崖式的下跌了，完全由新建房屋组成的上海新社区的数量其实已经非常少了。因此，能够享受规定中的那个合理成分的社区数量其实非常少。上海大量的小区是已经成熟的小区，对于这些占绝大多数比例的上海成熟社区，这个规定只传递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如果以后你们需要搞大的社区维修项目，你们要自己凑钱解决资金来源问题。上海的这个规定对住建部和媒体前2天在房屋养老金方面的说法啪啪的打脸。以前的钱被中共抢走了不还，还不是中国网民最担心的事情。一些中国网民担心，上海这些城市明确出台社区维护资金的规定后，这笔小区集资的钱会被极度缺钱的地方政府惦记。一个可能性是，中共地方房屋管理部门可能会从此赋予自己对小区建筑安全性的检测权，地方政府选定他信赖的房屋安全检测公司，这样一来，他说哪个小区的建筑有安全问题，哪个小区就得按他的要求花钱进行维修，过程中选择哪个维修公司，用哪个公司的材料等等，这都会是中共地方官员来钱的渠道。说到这里，可能有观众会说，这些中国网民可能想的太多了吧。8月27日，有中国媒体突然报道说，一个叫华测检测的公司已经获得包括房屋安全鉴定资质在内的多项资质，其中就包括对现有建筑的安全鉴定评估。后来有细心的中国网友想起来，在疫情期间，这个华测检测就是给中国人一次次无数次大规模做核酸检测的那个主力公司之一。公开资料显示，华测检测成立于2003年，但是在他的公司发展历程一栏中，却是从2023年写起来的，似乎有意避开了他在3年中共实施动态清零防疫中，在人类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核酸检测运动中树立的伟大功勋。中国现有社区的快速老化，会是一个多数中国人绕不开的问题。中国媒体报道说，到2040年，整个中国有超过80%的房子将进入衰老期，因此在未来10年，大量的中国社区将出现需要社区业主集资进行大规模维修的要求。有人说，中共最近提出房屋养老金的概念，是在探测中国人对推行房地产税的忍耐度和社会反应。其实这两个是不相干的概念。中国要求各个社区建立房屋养老金的同时，并不妨碍他们未来对中国人征收房产税的这个念头。当然，无论中共准备什么时候推出房产税，单纯从老社区的维护这个角度，中国人过去20年形成的中国住房持有成本极低的幻觉，将从此被逐渐打破。目前很多中国家庭其实买了很多套房子，中国房子的空置率是中国的另外一个国家机密。这些房子目前已经不涨了，而且在跌了，但是这些房主宁可把房子空置，也没有把它推入中国市场。
一个主要原因还是这些房子目前持有成本还是非常的低。但是从我们上面的分析看，这样的情况应该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当社区维护成本不断攀升的时候，中国大量社区只能面临2种结局。一种结局是这个社区的业主集体选择躺平，拒绝集资维修，结果社区会快速腐烂下去，变得越来越不适合居住。那第2种可能性是，社区业主不得不硬着头皮集资进行维修，在房价不涨的情况下，不断攀升的持有成本会逼迫很多业主选择抛售空置的房产，空置率很高的社区将出现挤兑式的大量抛售。现在回到我们节目开始时提出的那个问题，中国房价何时见底？还对中国房市抱有希望的人可能会引用最近中共透过彭博社释放的消息，说中共正在考虑允许中国现在贷款买房的房主和他们的贷款银行就贷款利率进行协商，甚至可以选择另外一家银行重新贷款。这有可能让现在贷款的房主把他们的贷款利率从目前的 4% 以上降到 3%。这个消息一出，中国开发商的股票就立刻开始暴涨，中国银行的股票就开始暴跌。但理性分析这个消息，你会知道它对中国的房屋销售其实没有什么直接好处，因为现在中国人买房贷款利率已经是 3% 左右了，它的主要功能还是让目前还在坚持还贷的人心里稍微好受些，鼓励他们继续在房价跌到了他们贷款数额以下之后还继续坚持下去还贷。它可能减少银行法拍房的数量，但是不可能增加开发商销售房子的数量。从8月26日至29日，路透社对10位分析师就中国房价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这些分析师预测今年、明年2年中国房市不会见底。他们预测今年中国房价将下跌 8.5%， 明年房价可能会再下跌近 4%。我基本同意他们的预测，只是感觉他们对房价下跌的幅度还是过于乐观了。如果我们把中国房屋持有成本因老化而不断攀升这个新思维维度考虑进去，现在讨论中国房价见底这个话题，在我看来似乎还真的为时太早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